在清华大学操作系统课教学中，基于 Rust 的语言来开展相关的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教学与实践的一些情况。我叫陈瑜，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软件所的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会按照下面这个报告内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个人先介绍个人背景情况。那我个人呢，主要是做操作系统方面的一些教学与科研工作。在研究方面呢，主要是侧重在操作系统的性能分析与优化。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多核架构的这个 Linux kernel 做出一些在 memory 同步互斥 I/O 方面的一些优化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这个操作系统的安全上面呢，做了一些分析和探索工作，主要是针对 Linux 呢来找它其中的一些 bug。那我们也发现 Linux 中存在大量的这些安全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这个 OS 体系结构和语言之间的一个发展变化和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首先我们看一下 OS。那对于 OS 而言呢，我们发现现在的最主流的操作系统应该是 Linux kernel。Linux kernel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是非常的庞大，大约现在应该是3000万行左右的代码量。当然它的功能也很全面，正是由于功能全面使得它这个代码量庞大，而它又基于 C 语言来编写，我们发现这个 Linux 内核的这个漏洞呢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个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说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在增长生命周期在增长，就意味着修复 bug 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第二个呢，它的数量也在随着这个代码量增加而稳步上升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确实这是一个老的一个分析了，就是从在2点几到3点几的情况，那这个也是有同样的一个变化规律。那这个变化规律和我们分析的这个现在的这些比如到4、5这个内核的版本，其实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那它的这整个架构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应该说传统的 Unix 架构，是一个仅耦合的一种编程方式。那我们看到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呢，为了能够避免这种传统 Linux 庞大、臃肿以及编程复杂，相对来说它这个 bug 也比较多的情况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探索，比如早期的微内核架构，还有现在在单机上面去实现所谓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kernel 的架构，还有直接尽量 bypass OS 或者建立在虚拟机上面的 libOS 架构运行在用户台。还有一个呢是相当于 bypass OS kernel 来直接使得我们的一些内核的组件和硬件进行交互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个 DVDK 等等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能够跳过 Linux 内核，通过各种方式来避免类似于 Linux 内核这样一种庞大的这个内核带来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除了传统的这个桌面服务器以及还有我们这个移动终端包括移动终端，我们看到其实是很多是基于像 iOS 或者是 macOS 或者 Windows 或者 Linux， 安卓其实也基于 Linux kernel 的，那么它其实都有同样的一些问题。那新的变化在哪儿呢？我们看到至少在我们的华为它的鸿蒙操作系统以及现在谷歌的 Fuchsia OS 呢，都做出了一些调整，都通过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包括这种松耦合机制呢，来减少这种 Linux 内核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当然这种情况有一些是缓解了，但是也并没有彻底的解决。我们会分析为什么我们觉得它还彻底解决的不够在体结构方面，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是说 David Patterson 在他的图灵奖那个报告上面提出来，就现在这个计算机体结构呢，到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虽然到了黄金时代，就是我们也看到了，他也提出来，就是 architecture 这一块呢由于也是一样是对性能的一个追求，使得它的很多的设计对安全考虑不够，而现在我们也要通过软件的方法来解决硬件中潜在的一些安全问题。这也说明了就是说，随着我们应该很长时间这个在 architecture OS 的设计上面呢，对性能功能考虑的比较多，对安全可靠呢考虑比较少，这给后续的一些发展呢带来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隐患。那我
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就是在这个编程语言方面，它和 OS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写 OS kernel 最常用的是 C 语言，那 C 语言本身就是为写 OS 而诞生的，而且呢，在 C 语言的它的这个处理逻辑上直接映射了什么呢？冯诺依曼架构这个 CPU 的一种工作方式，所以 C 语言是特别适合于写像 Unix 这样的一些操作系统，而它的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机制就是指针，这个指针用好是非常的功能强大，但是如果你对它用的不恰当的话，其实会引入非常多的一些难以发现或者难以解决的一些 bug，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现在这个 C 语言它的这个并发性的支持呢，并不是很在语言级支持的并不是很够并行和并发上面，这就使得我们这种所谓的并发 bug 呢是比较多的。为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在内核中做了大量的这种优化和设计工作但依然就是并没有一个就是说让开发人员比较容易达到高性能和安全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们看到的 C 语言情况。那这个 C 语言其实发展也是非常历史悠久了。那在72年的时候 C 语言就用来写 Unix 操作系统，然后呢很多的像现在的 C++、Java、C# 等等都借鉴了这个 C 语言的特征，但是呢他们并不能够，特别是像 C# 或者 Java， 其实用在写 kernel 上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C++ 呢，由于它本身的这个语言太过庞杂，或者它这个功能太多，使得这个写 OS 上面呢也有很多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虽然语言非常的多，有函数式的语言，有这种所谓的脚本式的语言编写越来越方便，但是它这个并不是适合用来写 kernel 的。在2000年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新的系统类的语言，比如 Go 语言、Swift 的语言和 Rust 的语言。那么这都给我们写 OS kernel 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会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而且现在你看在2002年的7月份呢，我们有一个统计 Hello GitHub 这里面的编程语言排行榜中呢，我们看到 Rust、Go、C# 等等呢都在这里面应该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这是我们看的一个趋势。好，那这是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OS architecture 和语言的一个变化就是虽然有传统的 C 语言，有 Unix， 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新的架构、新的语言会对我们这个 OS 提出一些新的一些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吧，我个人这么理解。那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去理解一下当前 OS 到底有哪些困难它的问题是啥，这样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相应的一些研究。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其实像以 Linux 为例，它是一个基于 C 语言写的一个情耦合的一种单体类核。那它其实在开发方面，开发的效率方面，在 bug 的 fix 方面，然后因为它的通用性带来这个所谓的性能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问题，越来越像一个大铁球很难对它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改进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Linux kernel 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分析在 S+ 2011的一个 paper 上面专门分析了这个 Linux 的 fault在各个 level 都有相应的一些 bug， 尤其是在这个 driver 这个 level在 driver level 相对于 bug 更多一些这有它的一个相应特征。那是不是说到2011年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其实我们发现这种分布的这种比例和这个 driver 这个占的 bug 最多还有就是这个 bug 的数量呢，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觉得就是它的根本的核心原因应该是 C 语言这种带来的，它带来这种编程语言带来这种软件的一个设计架构，从而使得这个问题呢很难得到根治这是在对当前的典型的 Linux 做了一个分析。那我们看看就是现在的研究界和产业界对此做哪些新的一些探索呢？那这是给了3个例子第一个呢是 C# 用 C# 语言重新写 OS， 这是来自于微软研究院他们做的一个探索，他们用 C# 重新写了一个叫 Singularity 的一个 OS这个 OS 呢它的特点是高安全高可靠，它可以不需要通过我们传统的硬件隔离机制，比如页表来保证这个所谓的进程间的隔离
软件实现的隔离啊。那这种情况呢，它就可以减少所谓的硬件引入的开销，但是呢，这也是有代价的。这个 C# 语言本身的代价，使得它很难兼容已有的一些应用，而且呢，它也并没有把这个性能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虽然这种设计非常新颖啊，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一种研究型的一个 OS 呢，但是并没有最终在微软内部把它产业化，因为它没法保证这个所谓的这个性能和向下的兼容，就支持传统的应用啊，这是一次探索。另一个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斯坦福大学他们用 Rust 语言写了一个面向应该说是 MCU 的一个 OS 叫 Talk。那这个呢也是一样，就是一种就非常简单 MCU 就没有 MMU 这种方式，通过 Rust 语言本身的安全性呢，来保证了整个系统软件的安全性，特别是 OS， 它这样子把这个算是一个embedded 的一个没有 MMU 的 OS 这个 OS 相对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它充分利用了 Rust 语言，保证了它安全高效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就是怎么才能够用 Rust 语言写出更加安全可靠高性能的 OS， 有了很多的经验的一些总结。然后到2018年之后呢， MIT 他们用 Go 语言想去探索一下能否用这种高级语言比 C 相对来说更要高层次一点，或者说它这个语法呀在这个编程上面呢都应该更高效一些。那他基于他写了一个 Biscuit OS， 主要是想去看一下用这种 Go 语言能不能写出类似于 Unix 这样的 OS。在它上面呢，他去比较了一些经典的一些 benchmark， 比如说 Nginx Redis 等等，来看它的性能。他们发现就是用 Go 语言呢比这个 Linux 要慢5%到15%，当然这是论文的一个数据那为什么会慢呢？是在于 Go 语言虽然开发起来很快捷高效，但是呢它用的是垃圾回收这个垃圾回收机制呢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 Go 语言写的这个 OS 的一个它的性能因为这是有一个不确定性在这里面。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学术界和产业界近年来做的一些探索。那在性能方面呢，我们其实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探索，比如说基于语言来看，写一个高性能的这个应该是高性能的一个网卡驱动在用户上写个高性能网卡驱动，然后有一个学校呢，就德国一个学校呢，用各种语言来写，然后来看一下它们性能如何。结果他们得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发现就是当然 C 还是最快的，但是随着这个看这个数据包的一个处理过程就是那么你看到这个 Rust 语言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和这个 C 差别不大了，排在第二其实差距是不大的。然后就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 C# Go 语言这是它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就是说其实用这种新一代的 Rust 语言 Go 语言 C# 语言等等可以有效的用来开发系统级的应用甚至系统级的这个 OS 这样 level 的一些软件，性能是没有问题的，那而且安全性又得到进一步的保证。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当前的一些研究。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当然这个尝试呢还是应该来说是以教学来入手的，从教学想逐步引申到我们这个科研里面来。那首先是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教学里面其实应该说讲的课程还是比较传统的。为什么我们要尝试去写新的 OS 为什么要用这个新的语言来写 OS 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 CPU 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其实这里面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写新的 OS？ 那写新的 OS 是在于我们对 OS 有新的需求了随着现在这个应用的发展5G 高速的这种网络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建立这个软件其实是无处不在的。那我们对软件的要求是安全、性能、编程的高效，以及这个软件本身是很容易去扩展的可以很容易的去重组、组合扩展。而这些需求我们现在的这个 OS 是达不到的，它很难再把这些点都尽量满足到。它可能是对性能或者是它的通用性有很好的支持，像典型的 Linux， 但是在安全、编程效率、软件可靠上面其实都做的还是不够。于是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些新的探索
那首先我们是从语言做起啊，这个语言前面讲到了，这个语言呢，其实通过一系列的调研呢，我们发现 Rust 语言好像对于这种我们前面说的几点呢都比较好，满足这种高的这种编程效率，然后呢编程的这个还有这个开发出来这个性能，还有安全等等它都可以满足。那我们就是想做一些尝试，那这个尝试呢，就是发现有它的好处，好处就在于它在编译阶段解决了我们大量的一些 bug， 而且呢没有引入 garbage collection 来保证了性能，就是安全和性能它都能够达到。但是呢，它的编程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曲线比较陡峭一点，它需要学一些我们传统的编程语言没有涉及到的东西，主要什么呢？这所有权机制如果你能掌握所有权机制，那也意味着你后面这个生命周期以及更进一步的去有效的使用这 unset code 这些代码呢，就更加就是得心应手，从而可以写出一些非常高效的一些 Rust 代码。那学习成本会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觉得用它来开发这种 OS， 它得到的好处是远大于它的学习成本的，这是我们对安全性上的一个考量。第二个是性能，前面其实已经看到了，我们说用它来写 driver， 这是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算法 ABL 数等等查出来发觉就是C 和 Rust 其实差别并不是这么大，但你看这个很大，但其实它这个是这个值之间是比较大的，其实它相对来说的性能其实是非常可以接受的这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写实际网卡时候已经看到了它和 C 的差距是非常小的这些给了我们信心。那安全和性能这两点呢就是达到了。那还有一方面就是编程效率和软件可扩展性。如果你学会了 Rust 编程语言，那我们觉得它的编程效率会更高，因为它有类似于像 Go 语言一样更现代的语法，而且还有类似于 Functional Language 就是函数式编程语言的这种类型系统模式匹配，功能强大的宏这个宏也是安全的，不像我们这个 C 语言的宏经常引入潜在的 bug。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模板一样的这个 trait 机制可以有效的实现软件的组合这些呢就使得我们在编程效率和软件可靠性上面软件可扩展性上面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体现还有一方面就是它在语言设计上面就考虑到了就是要支持这个所谓的这个 OS level 的或者说是嵌入系统这种 level 没有 OS 支持的一种软件编写，所以它有一个 STD这是写于一般的有 OS 支持的应用软件，也支持没有这个 OS 支持的这种软件，比如直接写 OS 或者写一些没有 OS 的这个嵌入式系统都可以这是它 Rust 语言在它的语言设计和库上面呢都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便于你去写特别底层的软件。那其实光有语言还是不够，我们还有相应的软件架构设计。那我们觉得就是如果说要让这个软件编程效率更高，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说能不能把内核的这些组件写在用户台所有这些组件基本上你可以在用户台去做编写和调试那当然最终组成一个 OS 之后呢，它也可以在内核台去运行，就是实际上可以实现同时运行在内核台和用户台的一个超系统。那这需要去设计新的架构，这方面呢我们也想去做一些尝试，使得这个 OS 的开发可以像应用程序开发一样方便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而且呢也有了一定的一些结果。那这是我们从18年开始就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这是网上这个放在 GitHub 上面的一些课件然后呢我们参考了这个 BlogOS 和 Ucode 实现了一个 Rcode。那这是我们放在上面的一些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 GitHub 上面，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而且从18年开始呢，我们就让组织同学来设计了这些各种大实验很多是跟这个 Rust 写 OS 相关这是18年开始到19年有很多同学参与了，基于他们的兴趣参与了这些大实验。很多同学也有一点就是觉得学了之后呢可能觉得有意思，但学了之后就结束了。但是还有很多同学呢学了之后呢继续在探索他们这个用 Rust 按照他们的一些想法在不停的迭代能够改进这个 OS。所以我们发现像王仁基同学呢后面也会有他报告，就是他又进一步看到了这个刚刚前面提到的谷歌的 Fuchsia 这个 Zircon OS， 它的 kernel 是 Zircon， 那他其实参考 Zircon 的这个架构设计呢提出了一个 Z-Core 的一个设计这是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提出来的一个
上半年提出来的一个，它用 Rust 语言进一步来完成一个 OS kernel 同时呢，我们在不光是在我们学校了，我们也和鹏程实验室合作在今年暑假呢，探索就是能不能办一个叫做培训班，或者说叫做一个兴趣活动OS 的兴趣学习的一个活动，能够探索把 Rust 和 RISC-V 结合起来 ，RISC-V 是 CPU 了，就在 RISC-V 上面用 Rust 语言写个 OS 来看看怎么来做。我们搞了将近2个月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最后在鹏程实验室的支持下呢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些结果。那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也没有怎么宣传，就是在一些微信群里面简单说了一下之后，大约有52个人通过各种渠道来，都是学生来报名。那你看到这里面大部分学生是大2和大3的学生占了主要的一些主体，而且呢这些学生之前都没有，可能都还没学过 Rust 语言，或者也没有学过 OS。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这个 OS 课是在大3开的，但是他们很愿意探索新的一些技术所以我觉得像 Rust 语言和 RISC-V 呢，值得在我们高校中进一步的去推广。那么在后期阶段呢，他们也通过线下的一个学习和交流呢得到了很多的一些体会和收获这所有的一些过程中间的一些文档、技术报告等等放这个网址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再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明年2021年呢，我们还在准备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超级桶比赛这是第1届以前没有搞过。像也是在12月26号，在中科院计算所有一个这个比赛的研讨会，会介绍一下这些比赛的一些项目。那这个也有相应的官网和比赛信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于我们在这个比赛里面呢，确定可以用 Rust 的语言来进行 OS kernel 开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比赛的参考，像 Terminus Rust xv6、Zcore、Rust SBI 等等，就是一些用 Rust 语言编写的，这是硬件模拟器，这是一个超级桶，这是另外一个超级桶，这是一个类似于 BIOS 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软件这都是我们学生和一些工程师做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开源的一些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比赛和项目呢，能够共同的来学习和探索 OS 的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和特别是我们同学积极去参与的一个事情。而整个事情呢，也看到它获得了国内10多家操作系统、芯片、信息安全公司的这个赞助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探索一下，这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信息，比如 Terminus 就是一个工程师他在疫情期间没事就做了一个就是用 Rust 写了个 RISC-V 的一个模拟器。像这个是一个洛佳同学，他是在后面会有他的报告，在鹏程实验室的时候呢，就是参加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tutorial 那个活动 OS tutorial 这个活动呢自己写了一个 Rust 写了一个 SBI， 就是 RISC-V 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固件我们也称之为类似于 BIOS， 类似于 X86 的 BIOS 这么一个软件而且还被 Rust 社区应该是被 RISC-V 社区所记录说这是 SBI 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实现，很不错。那这是 Zcore， 我们前面讲的 Zcore这个 Zcore 呢就是王安基同学主要来做的，而且也得到了很多的企业和学校的兴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信息。那这里面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赛刚才看这个比赛 OK 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一块的内容。那关于这个研讨会呢，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针对 Rust 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在会后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进展。OK， 我非常快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是能够在我们的全国的高校的教学中呢，能够鼓励大家引入 Rust 语言，用于程序设计，用于像编译超级桶等等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尝试引入我们的教学实验中来。希望我们更多的同学能够在这种Rust 语言这个环境中呢，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好，谢谢大家。